杨先生31岁，来自湖南，有请杨先生，有请。周女士33岁，来自湖南，来有请周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想不明白是吧？是的。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本来是打算今年年底结婚的，他现在突然说不想结婚了。你在小片里说水深火热是吗？是的。讲讲怎么水深，怎么火热？以前的呢，他脾气还是挺好的，有什么事都可以商量。现在就是说他的脾气是越来越暴躁，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闹。就前几天下班了之后，就是说把衣服放在洗手间泡着。我当时还跟他说，我就是这个衣服我来洗，我会晚一点洗，我想休息一会吧。他也没说什么。后来就是他爸爸回来之后，他爸爸跟我说，这个衣服你今天还要不要洗？他一下子就火气上来，直接冲到我面前。这2件衣服你洗了不就得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放那么久呢？你还一直坐在那玩手机，然后你现在住在我家里来了，然后我爸爸妈妈都看了这件事情，这样看得让他们好吗？哎，怎么还没结婚就住人家去了呀？他住在我家呢，是我觉得他没什么钱，工作又不稳定，住在我家里就方便一点嘛。所以住在人家家，在人屋檐下，日子好过吗？不是很好过。他现在就是管我的钱嘛，也是管的有点过分，甚至怎么过分呢？就是说我的工资卡都已经交给他了，他要是心情好的时候没什么事，就心情不好，把我就是说身上的钱，比如说你一些微信里面一些零花钱，这个全部拿走。反过来说，我在外面去吃个饭，我还问他给我钱。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身上电子货币也没有，现金也没有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你要在外面买个盒饭吃，还得他帮你付钱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行吧，你回答一下姑娘刚才那问题吧，为什么不跟人结婚？我就是因为他脾气暴嘛，甚至就是说一点尊严都不给我。有一次就是说我下班之后有点累，回来之后在沙发上我休息一会，但是一下子就突然就发脾气了，发脾气在家里砸东西，他就是还不解气的，干脆就把我的衣服、裤子、什么鞋子之类的包子全部往我楼底下扔，搞得就是他们父母知道，身边的邻居都知道，我很难接受。你扔这东西什么意思？他下了班回家就一直个人躺在沙发上拿个手机一直刷，我跟他说话就当我是空气一样，完全可以不理我。他为什么就不能来跟我说说话干嘛呢？对，所以这扔衣服的意思是？他在我家，你这样不理我啊，你对我又不好啊，你干脆就别坐在我家，你坐在家干嘛呢？你就吃我的穿我的，还坐我家里，然后我心里觉得那个吗？怎么就吃你的穿你的吧？我的工资卡在你手上。哎，我问一句啊，按我的理解啊，一般人就搬走了嘛，就觉得是个尊严问题嘛。对，就是一个尊严。那你没搬走吗？搬走了之后就代表可能就是分手了吧？我也有点舍不得，毕竟也是在一起这么。那我真的对他很好的，然后我跟他在一起出去的时候，我都不让他花钱的。然后我每次，他有一次的时候，他在外面租房，刚来长沙的时候嘛，就要在外面租个房子嘛。他开始还没搬到我家的嘛，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。有时候他有一次说没钱交房租了，我想都不想，你给他把房租给交了。所以就是你是他的银行嘛，对吧？你给他花钱，你现在还管理他的钱，你不是他的银行吗？但是我对他那么好啊，他却这样对我啊。所以你的纳闷是我对你这么好，为什么你不娶我是吧？对啊，这今天他说想不结就不结了，那我家人怎么看我啊？那我父母怎么看我？周围的朋友邻居都知道我们结婚了，还住在我家里的，他现在说不结就不结了。你现在等于骑虎难下了是吧？外人认为这是你们家的姑爷了，实际你们还没结婚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。行，哎，你到底想不想结嘛？不想结婚，分手。我跟他提过，他就是在我身边的朋友之类的都说我是个什么白眼狼，我吃他的劝他的应他的。难道你不是白眼狼吗？我怎么就成了白眼狼？对我蛮好吗你？不，你是白眼狼吗？不是，我说你是。我怎么就是了？我的钱就是嘛，我怎么是白眼狼？你就是嘛，我就不是啊。你就是。不是啊。是。不是啊。所以我说没用啊，分手就得了吗？大家都说你是，你不是，不就没事了吗？这不就是一个预演吗？所以你为什么不分手呢？就是你给到的理由是，他用道德绑架我，他跟所有人说我是白眼狼，我害怕别人说我，所以我不分手。我理解的对吧？是这意思吧？是。但是你并不害怕别人说呀，你分呢？我来这的目的就是想，他如果是脾气能变好，就是变回以前那样子，我还是能够接受。你能改回去吗？还是你的脾气就是这么一个脾气啊？
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就是跟他在一起，后来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那个时候他也不像这样对我啊，那个时候对我还算可以嘛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做微商的时候，我家里父母不是一直不同意嘛，然后他就一直在支持我。当时我还觉得这个人蛮可靠的。可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到现在，他怎么对我的？我对他付出了这么多，我2年的感情，我又对他那么好，我这么长的时间，你算过你这2年为他花了多少钱吗？那关键不是钱的事情，我还很爱他。你爱他什么呢？他因为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嘛。哦，你的意思是他变了？他以前是什么样呢？以前我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嘛，开个心的有说有笑嘛。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他没有来长沙，就在江苏那边。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创业做微商的，就是我一个合作伙伴把他的那个微信推给了我，然后我就加了嘛，我就当个朋友就处一处嘛。然后处了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也没见面，就只是每天视频电话聊天。后来聊了段时间之后，就3个月之后嘛，然后他就突然说他要来长沙来玩2天，玩着玩着他就说我不走了，我就在长沙留着发展算了，我就在这找份工作，就租个房子。后来我也同意了嘛，不是家人反对吗？然后他也支持我，我就跟他在一起了。家人反对你们俩，还是家人反对你当微商啊？家人不同意我做微商。你当时在江苏做什么呀？做物流啊。为什么去湖南啊？就是因为他嘛，我们是认识的时候是17年嘛，3月3号吧，那个时候，我就是说6月5号我就来了长沙这边，刚好我那边就是工作不是很好，就是说我来这边看一下，觉得他这个人也挺好的，我就在那边发展，后来就是在一起了。啊，所以其实这个女人是你去湖南工作的一个桥头堡，对吧？没错，敲门砖，过渡石嘛，再加上还喜欢一点，你看又有情感的依托在里头，又能够帮我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来帮助我，所以你觉得他不错是吧？也不完全吧，他是人也挺好的，各方面都挺好。是人没有，咱们在这儿没有说谁不好啊。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个女人真的是让你受不了了？就是我搬到她家住之后，在外面租房子租得好好的，为什么搬到人家去呢？也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工作不是很稳定，搬到她家住有2个目的，第一就是说减少了经济压力，第二个包括她父母也同意我搬过去。重点是可以照顾他，2个人在一起做得更好一些。你照顾过我吗？我怎么感觉我跟你在一起都是我在付出，你什么都没做一样？我有哪一件衣服是你买的？你给我送我什么东西啊？我钱都在你那里，我怎么买吧？好，来问一下，你男朋友现在1个月挣多少钱啊？他1个月的工资不是很高。哎呀，你就告诉我他1个月挣多少钱嘛，别不是很高嘛。没钱。所以你拿的是一张空卡嘛？不是，我是今年是重新换了工作，我现在在工地上做事。行，去年你去年是零收入嘛？对，差不多。就人家养你嘛？也不是完全，我多了少。你没有收入，你靠什么活嘛？怎么可能没收入啊？多了还是只是少。到底是少还是没收入？少到多少？3000块钱是有的，3000有吗？3到5千。没有。有。我都不知道他钱去哪了，我又他工资卡不是在你那儿吗？谁知道他有没有藏私房钱啊？我又不知道他为什么藏着啊。所以你那卡里面是没钱的是吧？那你还哭什么穷啊？还说人家管得严？你说你挣了3、4千、4、5千，他说卡里1分钱都没有，那钱去哪儿了呀？我那交房租吧，那个时候不是住他们家吗？是后来。哦。去年以前我是住的房。你们俩谁挣的钱多吧？生活里花谁的钱呀？我花我的。花你的吗？明明是花的我的，好吧？怎么会是花的你的呢？你根本就没有多少工资，好吧？我是去年没什么多少工资，但是今年有钱了吗？今年还可以。今年1个月能挣多少钱啊？有7、8千了。这就我没看到你有7、8千啊。那我的工资卡上好像没有那么多钱。所以核心并不在这儿嘛，这挣了7、8千就翘尾巴啦。我不推测谁说的是实话，谁说的是假话，我们也没有这个职责，也没有这个权利，更没有这个义务。但是，通过先生的回答，我们基本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。我一开始觉得你还挺委屈的，后来我觉得你还真是，你尊重过他吗？尊重过。你爱他吗？以前爱过。现在为什么不爱了？因为他有时候不，他的脾气为什么变暴了？就是这个女生一直特别委屈的，没有说出口的，就她说不出来，她表达不清楚，为什么？他以前是挺好的吧？你现在是不是不喜欢他了？是。那你告诉他我不喜欢你不就完了吗？你为什么还吊着他呢？他不让我走。你可以走啊，腿在你身上。我还是有一点舍不得。舍不得什么？
因为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。他是你生活的一个后路吧？不是。你害怕嫁不出去吗？说实话，还是有点害怕。所以你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，对吗？这是你的第一次谈恋爱吗？对。这是你第一次谈恋爱？对，这是我的初恋，我肯定不会那么就肯定要跟他结婚啊。这是你的初恋啊？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，你想我30岁的时候才跟他谈恋爱的，才认识他的，别人的话都，那个女孩子都是17、18岁的话就谈恋爱的，但是我的话，30岁的时候我才跟他进入一个这样的状态，我第一次把我的男朋友带回家，是第一次带回家的。哦，理解了，理解了。有压力了。我们今天坦诚的来说啊，我相信一开始是挺喜欢这姑娘，对吧？对。我也相信去湖南找这姑娘比找工作更重一些，对吧？也可以这样说吧。所以任何一段感情开始的时候，大概都挺纯纯的，没有什么杂质，是吧？是。啊，可是相处了之后就会发现，对，有诸多的不合适，对吗？对。我相信你一开始发现这个女生的不合适，或者她的任性，或者她的管控，并不是在住进他们家以后，对吧？是这样的。你能够理解她说的那些话吗？理解。你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他觉得他没安全感吗？啊，怕他跑吗？怕。什么时候开始怕他跑的？就是有一次嘛，我跟他一起出去的是回他老家嘛，然后在老家的话，那去他老家在少爷那边，然后我们就到了晚上嘛，是在酒店里嘛，他突然人就不见了，我打他电话也找不到了，然后发微信也不回，过了很晚的话晚上才回，他居然跟我说他去帮他一个朋友了。那我听了，我当时出去的时候我都跟你打过招呼了，我说我出去办点事，晚一点回来。是回他老家还是出去旅行啊？是回他老家，我跟他一起回他的老家。那为什么没有去家里啊？因为当时嘛，在家里嘛，因为农村嘛，有的那个不方便的，说2个人一个情侣回家嘛，是不能晚上2个人是不能住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不去深究这个事儿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这个其实都不重要。谁说的对，谁说的错？我有时候真的我自己理解啊，在情感当中，这个时候有时候并不是那么重要。因为每个人站在各自立场的时候，总能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说辞。就是你觉得他可能有点忘恩负义，对，他可能还觉得你以势欺人呢。你觉得他很懒惰，他可能还觉得他很勤奋。没错。你是觉得你一直在照顾他，他觉得可能在情感的付出上他比你还多。对。所以这个事儿是说不清楚的。因此，我想，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？就是为什么2个？其实这个舞台上面很多年轻人都说，我们一开始相爱的时候都是这样，怎么谈着恋爱就发现不是那个人了？到底是人变了，还是真实的自己更清晰地呈现在对方面前了？我相信你们今天来主要是听老师们的建议的，对吧？对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首先分享2个现代汉语名词：尊重。重视而严肃对待，尊严，独立而不可侵犯。女生对男生是没有尊重的，恃宠而骄，嚣张跋扈。男生前期是寄人篱下，人穷志短，后期呢是毫无底线，心机颇深。他肯定是不尊重你的，尊重当中有教养的问题，还有你自己是否有尊严的问题，你是否独立而不可侵犯。前面讲到说，东西给你扔出去，你默默地捡了回来，为什么？你虽然一直不承认，但是我读到的信息就是，住在他家，省房租。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按照他讲的，都是他的。你吃人家、住人家、拿人家的。一般男人转身就走了，你不走，就是人穷志短啊！你这样没有尊严、没有底线的生活在他旁边，他自然不会给你足够的尊重。尊重不是要来的，是自己挣来的。
你没有。现在好了，月收入7、8千了，想翻身农奴把歌唱。好了，我们节目现场来说，你再不尊重我，我不跟你过了。他不放你走，所以你今天来了。话就说的不要太漂亮，我们今天在这儿就坦诚的把自己心里的话说出来，就是他如果再不尊重你，你就打包走人，不要说什么啊，他如果变成什么什么什么样，我告诉你，以前是我们回不去的曾经，他不会变成以前那个样子了。他刚刚讲什么？遇见你之后，他变成了更糟糕的自己。我们谈恋爱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，但是他不是，他越来越不好了。自从他搬到你们家以后，你们的情感关系就失衡了。为了寻找这样的平衡，你开始骂他、侮辱他，甚至用经济来制裁他，这样你才会心里平衡一点。不然你凭什么住到我家里来？我们讲啊，人啊，3穷3富过到老，无论男人女人都有自己生活和事业非常低谷的时期。如果我们爱他，就包容、尊重、鼓励、帮助他，而不是去践踏他。你今天来也是由于不甘心，如果你是因为不舍得，那我们可能会劝一劝，但仅仅是说我已经为你付出那么多了，你现在还要甩了我，我不服，我觉得这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。男生3个字，搬出去；女生3个字，认了吧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波红兄，一个大男人，干嘛在婚前要住进女方父母的家呢？你确实是省了一点房租，但你让自己抬不起头来了。你在别人的屋檐下被人家指手画脚，那是必然的。就是今天来到了现场，你也是被人家捏着软肋，你吃人家的用人家的。我们说你是不是为了爱才住进去的？我不这么认为，你恰恰是在他家里，你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安全感。当然，女生确实想控制她的生活，控制她的情感，控制她的工资。她又不是你家养的小狗狗，你这样的一种控制，绝对不是其乐无穷，是她难受，你也难受。所以面上看你患上了婚姻恐惧症，但这个药方一般捏在他手里，另一半是捏在你手里，因为你对恋爱、对婚姻，我认为你的价值取向是有问题的。这么几年的过程当中，你有志气真正的去拼搏一下，去赚一份稳稳定定的有希望的钱吗？为什么今天少明天多？这个问题就出在你的价值观上啊。所以这一个问题很显然，你们要改，两个人都要改。如果不改，那这样的婚姻恐惧症，它就成为了一种必然了。好，谢谢波红兄。来，沙大老师，你俩从上场到刚才结束对话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，两个人都在始终强调着自己的付出，但是你们两个人的付出呀，为彼此的付出都不真诚，现在都在拿着付出强调权利。先来说姑娘啊，你一直说我为你花了多少多少钱，你就必须得娶我，你现在不娶我了算怎么回事儿？那换言之，你为他花这些钱的目的就是要让他娶你。逼婚如果逼到这个程度，用付出来强调我一定要嫁给你，一定要娶我，你就把自己的身价放低了。你不是嫁不出去的吧？那就算现在这样，你为他花了这么多钱，付出了这么多，人家就不娶你了，你能怎么着？你要怎么办？你说我钱白花了，付出白付出了，可是那是你心甘情愿的吗？如果不是你心甘情愿的，那你就是带有目的性的付出。如果是你心甘情愿的，你就没地儿说理去。千万不要在
这样面对面的时候强调我为你花了那么多钱，你现在说不娶我就不娶我了，特别难堪。就是当两个人把彼此的付出掰开了揉碎了，在讨论谁付出多谁付出少的时候，这段感情基本就已经接近终点了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把脸放在地上了。拼命付出的那个人就有权利要享受更多吗？并不是，在爱情当中就是这样不平等的，不是说你付出了100分你一定会得到100分的回报，但这100分是你心甘情愿付出的。所以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就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付出挂在嘴上。那对于男生来说呢？您是什么呀？您就是那个放下筷子骂厨子。什么意思呢？当初钱您是主动交给他要管的吧，然后呢住到他家也是你默认了我住到你家，然后实则受惠的是你自己，帮你这个减轻了经济上的压力，便宜都让你占了，咱不要做那个放下筷子骂厨子的人。咱们受到了照顾，受到了优惠，或者说在这段感情当中你享受到了人家为你的付出，你就要怀着感恩的心。你受到了这些他对你的好，然后你不念他的好，你还翻回来倒打一耙，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？所以我就说，你们两个人在念着自己的付出的同时，都不是真诚的在为对方付出。如果既然是这样，到现在为止，趁大家还没有彻底撕破脸的时候，还带着一定的尊严在这个场上站着的时候，我们就好聚好散。谢谢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在长沙租一套房子并不贵，即便是现在，差的800-900，好的1500-600-2000。如果男生真的能够挣到7-8千，其实现在就搬出去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。想当年我跟你一样是个外地人，从江西到长沙，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老婆，就是长沙本地人。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住到她家去，因为一个男人如果在没有结婚之前就要开始住到女方家去，其实恰恰证明了自己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，而女方也万万不会带着自己的男朋友住到自己家去，因为她希望自己的父母明白，我找的男朋友不是一个等、靠、要的人。你也希望自己在父母面前有面子，找的男朋友是个独立的人，那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回家去呢？那是因为你们本身对婚姻是存有目的，你想找个听话的老公，他想找个舒适的港湾。我们一开始特别想不明白，一个女人这么羞辱自己，说你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，你这个白眼狼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几乎所有能够羞辱男性的词语都用在你身上，你为什么还能够在那个家里面住得下去？网上有一句话大概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：是爱吗？是责任吗？是没钱。但我更准确点来说，不是没钱，是时机还没到。你要是真的挣得到7-8千，又或者是真的能够找到一个对你更温柔的女子，我想不明白你还有什么理由要留下来，你说呢？而对于女生来说也是一样，但凡是到这个场合来做节目的情侣，大概都面临2种打算。第一种打算真的是来找方法，第二种目的就是心里憋屈没处说，要到这个平台上让大家评评理。于是你会发现，这样的情侣他的言辞无所不用其极，夸大自己的痛苦，夸大自己的悲伤。但凡是像第二种目的的情侣，其实他们对婚姻都抱有目的，对于自己的付出都负有代价，都还有条件。你就说嘛，你那些难听的话都说出了口了，你扪心自问，你有多爱人？你觉得你们俩还能过到一块儿去吗？其实你们2个人都是不太爱惜自己尊严的，所以才会在一个场合有什么撕什么。
所以既然一开始就抱有目的，这个目的现在已经破裂了，那现在最需要是给自己一点面子，给对方一点面子。对，你们俩赶紧分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友情提示一下，谈一次恋爱就成，还挺难的，这个概率比较低。所以谈一次也有好，就是你了解了恋爱过程当中的一些基本原则。这毕竟不是跟自己的对话，它是跟另外一个人的对话，这是给你的哈。男生，你还记得我们俩关于是不是白眼狼的那个争执吗？其实你做一些事儿，如果你的内心并不是那么想的，你可以不要介意别人的看法。人嘛，凭良心做事儿就好了。但是有一件事儿是良心左右不了的，知道是什么吗？我可以特别感激左岩老师，对吧？但是你说要爱，靠这种感激是一定爱不上的。就良心这件事儿，在爱情面前它用不上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最后就是说一个特别感慨和感触的东西，就如果我们把这个穷等同于没钱的话，那其实你真是一个穷人。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穷是没有资格谈恋爱的。我指的这个穷，就是他没有精神世界，没有自我尊重，没有对别人的尊重，没有对别人的善待之心。其实跟你有多少钱没有关系。你会看到很多到一个城市去漂泊的人，做着工作，自食其力地生活着，他们依然有他们爱的人，他们的爱情依然是让你羡慕。所以穷这件事儿千万不要简单的等同于没钱。如果把钱当成一个衡量世界的唯一标准，这就是悲剧嘛。其他的东西不说了，留给你们吧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可以直接走的。来吧，看结果，请开门。悲伤是你的名